刚从曼谷机场出来，才到泰国前几天，我心情非常好，满眼望去都是中国元素，中国的汽车、中国火锅、中国的奶茶，我感觉非常亲切。泰国就好像天堂，我们就像是郑和，我们驾着宝船而来，准备载着一箱宝物而归。又在泰国待了几天，情况就起了变化。我们走进了很多泰国当地人的身边。我们聆听他们真实内心的想法，我们看到了这边真实的道路基础设施，我们看到了这里的充电站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忽然发现，纯电动车没有机会在这里一步登天。但在泰国又多待了几天，特别是去了普吉岛和榴莲农场，做了一些短途的旅行，我的想法又有新的变化。我忽然意识到，这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这里就是人间。我们不是谁的救世主，也没有人等着被我们拯救。这里没有妖魔鬼怪，也不需要神仙皇帝。公元1405年，郑和下西洋，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远的远洋航海旅行。公元2022年底，疫情结束了，人们突然发现，这一年中国汽车出口了311万台，全球第2，仅次于日本。从那时起，我就不断前往欧洲、美国、日本、东南亚、大洋洲等地，观察和记录中国汽车的出海。东南亚用6亿只人口，为太平洋印度洋之交界，是连接亚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桥梁。而泰国既是东南亚的汽车市场中心，也是汽车制造业的中心。看懂泰国，就能看懂今天的电车下南洋。早上7点多出发，现在这个晚上11点才到，累得有点说不出话来了。普吉岛在曼谷以南800多公里，这里是世界度假胜地，吸引了10万以上外国人在这里定居。我们的随行翻译 Max 就出生在普吉岛一个华人家庭，直到大学才移居曼谷。跟着 Max， 我们在普吉岛见了许多当地人，了解了 Max 的生活方式，并且借此窥探到了当地人对电动车的真实态度。Max， 我们搞不定。欧洲的话，最起码这个英语，如果你学会了，你还有机会比较好的去下载个 APP 注册啊、支付啊，还是有机会解决的。在泰国我们就睁眼瞎，操作说明看不懂，怎么下 APP 也看不懂，注册也整不明白。我们这2次过来，如果不是有 Max 帮忙，我们搞不定的。依然，这个那个是几号？但是我已经搞好了那个 onion 的，所以我们搬去5号。5号。只有6000瓦，交流电。照这个速度，你知道充满要多久吗？12个小时。不知道用几个小时。12个小时写了，车上写了。真的？真的。Super Car Coffee。这是电动车，这是路特斯的电动车。在中国的车可以在Supercar的车提吗？啊？如果是你的中国，在中国的车可以在Supercar车。中国的车？什么叫中国的车？我的 Neo 不行。所以这个是比更贵吗？对啊，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跑车。是英国的。对，但这个品牌当年被马来西亚的人收购了。现在又被卖给了中国的公司。这种商品让人心动，这房子500万泰铢起步。这什么高级房子？要26万美元。哎呀，你看这个语言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同一个项目的广告，有俄语版，赚俄国人的钱，赚中国人的钱。
它就是没有看到泰语版的，这有泰语版的吗？泰国人买不到，泰国人不买，不买了。如果这么贵，只有中文和俄文、俄罗斯文。这是我们在普吉的一个数码城啊，你看这门口就有大疆的商品，还有 Insta360，GoPro 被夹在中间，对吧？左右包夹，动弹不得。然后这边还有他们的无人机的演示区，然后还有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整个这个数码的综合卖场，中国品牌大概占到了30%的这个面积。Max， 我们等会儿是见你的中学老师。补课的老师，补课老师，对，你多大让他给你补课呀？应该17岁左右吧。17岁的时候。对，他教什么？教中文。其实他是大学的教授，他好像去中国嘛，中国北京读大学。如果在上海遇到您，您说您是上海人，我也信。是吗？我常去上海，我一年有大概3次。我在我单位是普吉孔子学院，是吗？这取决于那个上海大学孔院办。我高中的时候吧，其实也是对中国有兴趣了。我第一个目标是想去新加坡，那时候，对。后来跟爸爸商量吧，然后他说，你如果是这样，你要么你就去中国大陆，毕业后就考上那个宋考王子大学吧，然后。我就选那个主修就是中文。老师，您开什么车？跟您聊聊车。我用那个日本的那个，对。OK， 你现在是纯油车，对。你想换到 hybrid？ 对。但是现在我还考虑那个怎么说呢？电瓶吗？对，我不知道质量会怎么样，因为我看有时候爆炸也不知道啥原因的。希望过了一段时间，把那个情况比较稳，才再买下来。但是现在那个 BYD。我听说现在在泰国，昨天嘛，又降了，对，又降价了。对，那个 BYD Auto 3就是这说出来，降了大概34万泰铢。你看，降价不是好事吗？好事，但是我不知道明年或者过了几月还在降吗？是吗？但是我弟弟上周刚刚买那个美国那个 Tesla，刚刚买。您弟弟是住在普吉吗？就在普吉，也在普吉。对。总体来讲，电车在普吉岛还是小众的事物。对的。新鲜的小众事物。对。我跟你说啊，在泰国，现在泰国，学生要选第一个语言就选中文。什么时候开始中文开始变受欢迎？我个人觉得应该有大概10年前了，差不多了吧。有那个斯里通公主，她也常去中国，从那时候中泰一接亲嘛，是吧？然后有好几个那个活动或者什么。就是热情起来了，是我的学姐啊，公主是我的学姐啊。哦，公主。对，她肯定是她是影响了我们，就是让我们有那个对那中文有兴趣。为什么她有影响呢？因为她学吗？她学，她说她在那个什么北京大学吧，她在那边。对，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已经跟你说了，不是吗？ I forgot 和马老师聊天让我感觉梦回6、7年前，当时中国也有很多人对电动车抱有跟马老师类似的担忧。吃完饭，我们去充电，遇到2位网约车司机。我问他现在在普吉有很多人用纯电车吗？他说如果是出租车的话，10%用纯电车。现在他说比较满意，是因为开了纯电车1个月嘛，比燃油车便宜2万泰铢。有很多人还担心电池的问题，然后普吉一直有什么积水洪水，他不知道纯电车能不能过这个积水，他们怕坏掉。วันนั้นผมเคยไปวันนั้นน้องชายผมที่ไปที่จีนผมให้ดู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แชร์ไอ้นี่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มันบอกว่ามัน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ที่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นะครับ就是他说他弟弟去了中国，然后就看这个视频，就是比亚迪嘛，在泰国刚刚进口，但是在中国他们已经扔掉了。
那也不是扔掉，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视频，他可能是说那个断章取义。ในภูเก็ตอะครับคนเหมือนจะซื้อรถไฟฟ้าอะไรเงี้ยที่เป็นแบบว่ารถไฟฟ้า 100% เลยเนี่ยค่อนข้างน้อยทำไมพี่ถึงเลือกแบบว่าซื้อรถไฟฟ้ามาใช้เพราะมันประหยัดน้ำมันนะอ๋อสะดวกด้วย哦，因为能省什么油，燃油，省油，对，他说省的很多，比如说他开去那个嘎比这个城市，应该是300公里左右，如果是油的话要花1500泰铢，但是用纯电车只是花250左右คิดว่าแบบคนที่ขับแกร็บ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ซื้อรถไฟฟ้าเยอะไหมครับก็เยอะอยู่ครับเห็นรายการนะ他说挺多因为他看了比较多我问他就是对这辆车比较特别的满意他说的就是比较好开对控制比较简单挥一个球。我觉得网球没有那么难，我第一次打，我跟他打了几个球，已经赢过1分了。如果我每天打呢，对不对？我很快就能够挑战他了。据我小时候的朋友，现在还在美国读书。Max， 我练一会儿过来回来挑战你啊！我这个学得很快的，我半小时后来挑战你，看看我人生第一次打网球，半小时练到什么程度。刚和 Max 在普吉岛打了这个网球，我出来看到这停车场呢，我就有一观察。你看停在这车啊，全都是马自达、三菱、丰田，就没有一台传统意义上的豪华品牌车。我看这些下车的人呢，有这个白人，也有这个泰国人。全场最贵的车大概就是这台欧拉07，在国内叫闪电猫。还有它旁边这台车是马自达的 CX-8，啊，这2台车大概就是这儿最贵的车了。那边的那个长城和比亚迪海豹是我们自己开来的，所以在这里开这种马自达皮卡，开你背后的马自达3，开这个小丰田，啊，微型车的这个用户，他是会直接来这里打网球的。Max 经常跟我提起他奶奶，说他奶奶一个人拉扯大了他和他哥哥。他说奶奶是很厉害的人。你奶奶会说一点中文吗？潮州。会说潮州话？哦，可惜我不会。奶奶，您开的车是这车？อันนั้นคือรถที่ขับเหรอรถเรา啊，这是您的车啊，这是奶奶开的车，奶奶开的是30的一个 Xpander， 目测是一台东南亚特供车型。就在这里看电视，也有中国神。中国什么？中国的神？你看。啊，中国的神关羽啊，关羽。对，我小时候的照片嘛。这是你的，这是你得的奖杯吗 ，Max？对，这是我的。
这些是很少。这是从小的网球的各种比赛的奖杯。还有一些是我奶奶参加那个 golf 的比赛。你奶奶参加高尔夫比赛的？对。能拿一个下来吗？อันไหนเป็น 给他看看。你golf。Yes, golf。这是也是吧？这个 play golf。这个也是 golf。哦，拿这个。哎，小西呢？好像已经好了。这是奶奶的高尔夫奖杯。现在他不打了，现在他打 woodball 是一种运动比较跟 golf 比较相似的。哦，另一种运动。对，是一种 woodball。woodball。woodball。这个对来说，这个后面也都是我们的。哦，这后面都是你家地。对。你们家地主啊，这么大地啊？没有，这个。但是我没有用什么，这个是我哥哥的照片，不是我的。这是你哥哥的照片？对。你哥哥？是我哥哥。他哥哥在大学是篮球队的，对吧？对。篮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忘了。这个是我的，很老。哪个是你啊？这是你？对。这个在香港的，我奶奶在香港的。哦，你奶奶在香港。哇，你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像香港明星一样啊。我们有很多照片，这是我小的照片，有很多，都是我拿冠军的。你看，这也是我。这是你的照片。你看，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对。这是奶奶和你们俩。这也是我的。这是你的。Hello Kitty 啊 ，Hello Kitty。Hello Kitty。那这个是哥哥你和奶奶。对。我非常爱比赛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越来压力越很大，所以我就不想打了。以前我输就也没关系，对吧？后来我就获得了比较多的冠军。每一次进了球场，我只想赢，只想赢，什么都不管，对，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要赢，对，是这样。那后来呢？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吧。对。你是不是当时面对一个选择啊？你作为青年冠军选手，非常好的选手，就是如果你再往前练，就是职业球员了。我知道了自己想做什么，对吧？我也是打网球，为了以后能进比较好的大学，我就已经做好打算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不参加网球比赛了。奶奶，你刚才开了一台电动车，你觉得跟开平时的车有区别吗？น้ำมันมีอะไร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ไหมแตกต่างว่าอันนี้มันไม่สบายกว่า回来说有区别，就是这个纯电车是更什么稳定，开的比较舒服，更舒服。ตอนออกมาใหม่ๆนี่มันระเบิดเยอะนะรถน้ำมันรถไฟฟ้าเนี่ยเวลามันไปชาร์จ我来说，当他那个纯电车开始买的时候，对吗？有很多是爆炸，我也不知道，真的，所以奶奶她是担心那个电车会烧是吗？ก็เลยกลัวรถระเบิดเหรอใช่ไหม对。那奶奶，你现在这台30的油车，现在或者是以后会有一天考虑换成电车吗？他说有钱了就换，有钱了就换。他说他没有钱，我不相信 ，I don't believe เราใหญ่สุดยังนะครับก็
ในภูเก็ตราคาส่งด้วย就是我们以前是在普吉最大的做批发最大的最大的服装批发商。对对，普吉岛。我奶奶其实她是从农村来的，但是以后就会变成一个生意了，然后就会整鞋，会去欧洲旅游是什么？对，因为他以前很喜欢旅游，他去了很多国家旅游，就是从农村来的人，对，会做到，所以我觉得。出生了以后，我有很多机会，我会上补课，会学习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想做，我自己就会做得到。是这样。你肯定做得到。不一定会做到。你想开车吗？对啊，他不让我开。你早干嘛了？你怎么不早考驾照呢？那因为我是在现在才感受到开车的乐趣。对，跟你说了吧，开车哎，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以前没碰中国车，他碰到中国车，他就有开车的乐趣了。哎呀，ขับได้นะขับเองนะ我来说让我开。เลี้ยวครับวนเลยเลี้ยววนเข้าไปในนี้เลยวนออกมาเลย简单。ไม่เลย会开车รถไฟฟ้าไม่กินน้ำมัน新手，但是作为新手，你开得非常非常好。作为新手，你开得非常非常好，你的手跟脚很协调。哎呦，哎呦，要小心小心，别动别动。啊，这很危险，停，慢点看，就是你不能够随意变动的，就是你没有打灯，而且你在变道的时候，它已经很靠前了，其实你要看后视镜，啊，因为它已经过来了，然后你变道，其实两个人就要碰撞。我忘了。怎么能够让你开的不来回晃？就是你眼睛要往前看一点，不要看你面前5米，看面前的50米，这样你的方向盘就往往会在路的中央，看50米。然后你的手是冲着50米去的，OK， 你看你好多了，对吧？你就大概冲着那个粉色的车，哎，指着它去，你看你就一直在中间了，对吗？哎呀，最好的老师。Of course。我们在普吉岛的机场，这里是 Max 从小长大的地方。半小时前他刚刚飞走，他去曼谷转机。要去上海，去我居住的地方，跟他相处了有10几天的时间，现在都有一点点想念他了。素万那普国际机场 MV9161航班现在于8号登机门开始登机，请各位旅送你一个东西，这个就是繁体中文。看这个码跟一般的码不一样，这个创不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书，在台湾刚刚出版，在台湾跟现在是我送给你的。网球是吗？好，那我们下次见面再比试。上海见，同济大学网球场啊，拜拜。拜拜。相处了10几天，就非常喜欢这个泰国的小伙子，一直是个大男孩的样子。当然了，20岁他是个大男孩，从早上到晚上他就是在笑。我相信这段时间他在泰国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去安排，但他选择来帮我们的团队做泰国考察，因为他觉得这事儿有意思，也有挑战。总之有他觉得好玩，他就来了。一个总是笑的人，一个一直会追求快乐和兴趣的人。请 Max 来是为了做汉语翻译，相处了一段时间，他仿佛成为我们团队的灵魂人物。他这离开普吉岛去了上海，我们团队的人心也就散了，队伍就很难带了，我就干脆把队伍解散了。我在泰国还多待几天，等着参加比亚迪泰国工厂的竣工仪式。但我的心态
跟刚到泰国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开始的预设，泰国是比欧美日韩简单得多的市场，中国车来了那应该势如破竹。但现在我不再这么想。有人用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的往事来提醒今天的中国电动车，这不是在耸人听闻。这时，一位当地的华人朋友请我去他们家的榴莲农场做客。这泰国是农业大国，榴莲是当地的标志性农产品，我立刻满口答应。他还跟我说，这榴莲农场非比寻常，属于榴莲行业的新势力，在泰国那也算是遥遥领先。你们来到这里，每天能够弄走1、2、3、4多少个？多少个？一个人摘多？从树上摘多少个？不对的。个呢？呀，能抬多少个或者摘多少个？算了，不勉强了，我感觉完全交流不了。你们好。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你们一天一个人能摘多少个榴莲？บอกยังไงไม่รู้เลยพูดได้ว่าใจสั่นไทยผมเก็บทุเรียนได้ประมาณ3 ตันครับ今天我摘了大约3吨。3吨？比如说你摘了3吨，那3吨是不是100个啊，50个榴莲？เช่นถ้าคุณเลือก3 รอบ 3 ตันจะเป็น100。我给咱们。还是有一点点语言上的小障碍。他说他今天摘了大概3吨榴莲，但是我很惊讶，一个人能摘3吨吗？那也太多了吧！我就说你一个人摘3吨，到底是多少个榴莲？能不能估一下？这些榴莲是不是这一个皮卡都装不下来？然后他就陷入了非常漫长的思考，然后他也一直在看这上面的这个文字。我自己感觉他看字都有一定的障碍，说不定他是很会说话，未必非常识字儿。事后我才反应过来，这批榴莲工人应该不是泰国人，他们比一般的泰国人要矮，也不懂泰语，大概率是来自缅甸等地的外来打工人。对，每年就是如果收获季节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就是有次序的在短时间内就是及时采摘。这山里全是人，你拍拍。每树下都是人。包括就是下面那个沿山坡每一片，它要不管采摘、浇水、除草、修枝，每一道工序它都是需要人工做，有多少工人都不够。就是这个成本代价非常高。那他为什么还要在这种呢？这明显。但是就是最早投资开始计划建这个的农场的时候，就还没有这个知识和概念。他已经前期已经很多年投下去，现在要重新再弄的话，这个代价更大。所以现在很该干。车辆平台规划落后了。对。不是最新架构，它就是成本高。我们不是种的最多的，但是这个品种和这个技术种植和整个智慧果园种植园是属于行内最领先的。哦。พี่เชิญมาอธิบายคร่าวๆนะเชิญ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อาจารย์2อาจารย์2อันนี้ก็ของเราช้าพี่น้องก็จะเป็นเดี๋ยวเขาจะ没事你说เขาจะเข้าไป整个榴莲种植园的就是灌溉示意图，就是现在我们有总的
那个阀门就有，一共是15个大的那个阀门。控制点，然后这边呢，其实您如果到后面来看呢，是一个控制室，就是相关的那个，它属于农业机械一类的，它是马达什么这一块，就是它总的通过这样一套设备，然后控制之前讲到的15个那个阀门。通过这个系统以后，我们就是可以给每棵树的水量、灌溉量、营养各方面的东西都控制在同等的数量上面，所以所有的树长出来都是差不多高的，类似于复制。这片园子它是6乘8米，就是中间我们的通道的距离呢是8米，但是树与树之间同一条。同一排里面树与树的间距是6米，所以8米是足以通车了。对，再大的皮卡都能过。现在在泰国，他们也用这种模式种植的，都是就中国的投资者，他们到泰国这边来也是种榴莲，但是我们是作为技术输出者。APP 的控制界面我们能看到。好多我来这个做一下农业专家啊，你看我让3号管浇水。按一下，能搞了是吗？我再给它按回来，水关掉。因为原先他们当地就是种榴莲的人就觉得我们的这个 sprinkler 就是那个喷头啊，好像水量太少，每个人来讲就是跑过来看了以后就说将来肯定不行，肯定会失败之类的，讲了很多风凉话。因为他们是那种凭感觉来评论的，但是我们重视。按照科学技术，实际那个农业的技术，实现那个。พอเกิดปัญหาน้ำไม่มีเอลนิโยเนี่ยจับดีๆนะ抓好啊，你抓住，抓在边上。都扁。今儿有活吗，大哥？啊，我21天。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希望。魏宪军，魏总的长征炮皮卡解决一下在山区的这个在货舱乘坐的问题。2个，我直接坐这儿不行吗？那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这样，对，有安全感多。对，我们还是喜欢这个姿势啊。我们坐这儿挺好。本地人功夫比较好。对，本地人的种植医院。就从这边开始，这一片都是我们，就从这里下去都是我们的。然后呢，现在就是其实也要控制每棵树的产量，目前就是控制在一棵树有30个果，每个果1000块，乘一下200人民币，1000泰铢，200人民币的话，那就是如果是一棵树6000，然后你这里就有2000棵树，2000乘以6000，1200万，1200万。每棵树上都挂着人民币。对，然后他们这样，他们一共有1万棵，他们一共有1万棵。所以每年是6000万。再乘以5，6000万，一年6000万人民币的产值，一个智慧农场。只要1个人管理。这儿是1个人管理。他还有5个，你可以认为5个人管理吧。这比我们这个团队，比我们这个团队产出高了点啊！是要不来种地啊？是，我也在刚我都这么想的。燕姐的新势力榴莲园采用新技术、新模式。5年前，她是同行中的笑话和疑问；5年后的今天，她成了模范和榜样。5年前和今天，这之间是连续5年的风吹雨打，默默无闻。这个事儿他没有安排在西安，没有安排在深圳，刻意选在曼谷的这个工厂。我想它的用意就是要向世界表达，比亚迪今天是一个国际企业，它不是中国电动车销量冠军，是全世界的电动车销量冠军。
是在你看来，我们在泰国建工厂这件事情，比起特斯拉在中国建这种工厂的这个事情，两者有什么可比性吗？一个是中国公司，一个是美国公司。ก็ต้องบอกว่าวันนี้ครับถือว่าเป็นอีกหน้าประวัติ BYD นะครับได้มีการเปิดตัวโรงงาน BYD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ย่างเป็นทางการแล้ว As China's major EV maker BYD officially opens its first facility right here in Thailand. 这将是成为未来汽车生产中心，并出口到东盟市场和国外的重要一步。抓住机遇，战胜挑战，共同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参考中国市场的发展经验呢，当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10%的临界点，将迎来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深信呢，泰国正迎来新能源汽车的黄金发展期。这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这里就是人间。在一个真实的人间，这里有大把的机会，有大把的阳光，但这里也有大把的黑暗，有大把的挑战。等待着我们的是漫长的旅程。咱们中国电动车在中国自己的市场，从萌芽到今天，也不是1年2年就搞出来的。1年种不好猫山王，2年学不好普通话，3年搞不好电动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快动手，做点实事儿，尽快出发，现在就出发。